江澄伸手按住魏无羡的肩膀，把他推了进去。魏无羡第一次恢复意识时，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江厌离的声音。他含冤而死，身修鬼道，怨气早已深入骨髓。金子勋的剑把他的心脏捅了个对穿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觉得多痛，只是散着银光的剑身是凉的，连带着他的心也跟着有些发冷。天降大雨，雨落狂流，他耳边除却金子勋癫狂的笑声，就是人群的喧嚷，吵得他不得安宁。血液的流逝带着他眼前阵阵发黑，最后终于没有气力去思考那些乱成一团、理也理不清的事。弥留之际，魏无羡能记住的只剩那只银铃。故而当他从无尽的噩梦和意识的漩涡里清醒过来时，他才发现自己的魂魄留在了银铃里。他听见江厌离用他一如既往的温柔如水的声音轻轻笑着，祝贺金如兰10岁诞辰快乐。魏无羡这才明白，一梦10年，他已经去世10年了。而现下，他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殿门，仍然没有去见江厌离的勇气。然而江澄从来不会在这种事上容他多纠结，当下就一把将他推进了门。魏无羡猝不及防，险些被推得亲吻大地。魏无羡还记得自己穿的是白衣，连忙离里一脚，回头在江澄肩膀上捶了一下，骂道：“你想摔死我呀？”伴着这句叫骂，他心里那股不安也跟着散了几分。别误会，我要想摔死你，回来路上早动手了。江澄冷笑，还不快给我滚进去！这12年没我，你这臭脾气跟谁发泄？你是不是老欺负如兰？魏无羡，我看你就是找抽。阿成。大殿拐角处传来稍带急迫的脚步声，江厌离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。阿玲、子轩，你们回。他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半晌，魏无羡才听见他的脚步声又一次响起来，一点点向他靠近，时急时缓，杂乱无章，仿佛在害怕眼前的这个人只是如海市蜃楼般的一场梦。阿羡。魏无羡深吸一口气，终于抬起头正视江厌离的眼睛。他试着笑，但想来笑的并不好看，因为他的嘴角刚刚翘起来，就觉得眼角落下一片湿润。江厌离早已不是当年青春的少女了，她衣着华美，面容精致，但周身那股如春风化雨的温柔气质，仍旧一如往昔。师姐。她拼命地笑，我想死你啦。江澄弯着一条腿靠着墙，他抱着双臂，右手食指在臂弯上轻轻敲打。江厌离和魏无羡在屋里谈话，江澄忍住没进去，站在门口等他们结束。夜色已经很深了，他还有一堆积压的事物没有处理。夜猎几日，遇见回来，他浑身都累得酸疼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他今夜是不可能睡着的。魏无羡盘腿坐在地上，仰头看着坐在摇椅上的江厌离。金子轩去偏殿检查伤势，金陵带着仙子回了后院，魏无羡便跟着江厌离回了小室。师姐越来越好看了，他捧着汤，笑嘻嘻地说。江厌离用袖口掩住笑意，道：“就你嘴甜。”他仔细看看魏无羡，阿羡穿白衣很好看，以后可以常穿。魏无羡撇撇嘴，道：“我才不要穿白衣呢，又不是他兰家人，穿着这么披麻戴孝干什么？”江厌离被他逗得咯咯笑，道：“好呀，那以后还是换回黑衣，也不怕脏。”魏无羡抬脸一笑，道：“脏了就来找师姐帮我擦呀。”江澄忍着没进门打他。江厌离笑了2声，沉默片刻，伸手去摸魏无羡的头。阿羡。他如叹息般地说：“疼吗？”魏无羡一愣，那天疼不疼？他这才明白，江厌离是在问他的死亡。魏无羡立刻摇头，道：“一点也不疼。师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从小受伤还少吗？那点怎么能算得上疼呢？再来个10件8件也没事。”江厌离屈起指节，在他头上轻轻弹了一下。哎呀！魏无羡立刻夸张地倒下来，捂着额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江厌离。不许胡说。江厌离严肃道。魏无羡嘿嘿笑了2声，问道：“师姐，这么多年，金孔、金子轩对你还好吧？”江厌离无奈地摇摇头，道：“自然是很好的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他要是对你不好，我和江澄就套他的麻袋。”说这句话的魏无羡满脸的不忿，熟悉的让江厌离连带着往昔的记忆也一起鲜活起来。他悄悄眨眨眼，把眼角的酸涩消去。那位温姑娘。
他说，带着山上的其他人，现在都在岐山就职。小阿院现在在兰家，改了姓，做了兰家的门生。子轩和阿瑶一起推行了瞭望台，现下天下太平，一切都好。魏无羡听得认真，点点头，问道：江城呢？我看他还没成婚，是不是人家仙子都瞧不上他？门外的江城深吸一口气，阿成还没遇到合适的。江厌离笑着摇摇头，他的标准是有点难找呀。魏无羡笑骂道：事儿那么多，我看他再过12年也找不到。说完，他自己先笑了几声，接着点点头，似乎是很满足了一般，仰倒在地上，侧着头看江厌离的脸。江厌离安静地等了一会儿，魏无羡也没有再提出什么新的疑问。